10年前，我是宗门第一天骄，更是掌门赘婿，却被小师妹诬陷坏他清白，被生生废去仙骨，流放魔虚。10年后，我涂魔炼骨，成就仙位，归来之际，恰逢往日道侣被逼改嫁。这一日，小师妹笑靥如花，见我归来毫无惧色，满目讥讽。白燕大师兄，不想你竟还能活着回来，难不成是想来喝一杯清婉师姐改嫁的喜酒？我笑了笑，今日喜宴，注定血流成河。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是哪个宗门的杂役，竟这般不懂规矩？此地是你能来的？听着耳边的呵斥声，我站在台阶之上，望着眼前青云门3字的牌匾，不由得有些出神。10年荏苒，于修行而言若弹指一瞬。不过这般些许岁月，宗门里的守山弟子竟都认不出我了吗？想起自己曾为了宗门而抛头颅洒热血，一时间我自己竟都觉得有些好笑。大道无情，天道不仁，岂是说笑？不过往日因果，终究要有个了断。我淡淡地瞥了一眼眼前的守山弟子，一步踏出，是宗门大阵如无物，径直入了山门，只留下身后守山弟子见了鬼的模样。走在熟悉而陌生的青石路上，耳边不时传来一道道兴奋的讨论声。听说大日宗圣子今日前来提亲，可是带了他们宗的菩提圣果。菩提圣果，传说中能让人顿悟成仙的宝物，当真？不知是哪位师姐竟有这般好运，还能是谁？自然是宗主大人的长女。啊，清婉师姐，听说她不是早就有道侣了？休得胡言！白燕这般禽兽，连小师妹都能下手，怕是早早就死在魔虚了，岂能作数？清婉要重择道侣了，去查查大日宗的根脚，顺便把大日宗的宗主带来见我。我脚步微微一顿，眼中有些许波动，一拍腰间葫芦，淡淡道。下一刻，我的身前出现一道漆黑人形，对着我恭敬沉声一拜，遵命。见黑影消逝，我不由得轻轻颔首，一尊渡劫期的魔头应当是足够了。不觉间，我已行至青石路尽头，一座破败的洞府出现在我的眼前，在门口处还有不少恶毒的咒骂之语，甚至诅咒法门的施术痕迹，这便是我往昔住所。轻叹一声，我猛地拂袖，洞府门刹那而开。然而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洞府之内竟是传来一声轻斥：“谁？”我不由得一愣，望着眼前那道熟悉的清丽身影，有些意外道：“清婉。”住口！哪来的狂徒，竟敢这般出言无忌？听到我的声音，李清婉一时间有些惊怒。见其如此，我却是不由得一顿，眼中多了几分惊讶。没想到10年过去，往昔柔情似水的清婉仙子，如今脾气却是一点就炸，变化真大。清风吹拂，烟尘尽散，我缓步走进洞府。而在这时，李清婉似是也终于看清了我的模样，她的眼中瞬间变得惊愕，接着是慌乱，然后是愤怒、悲伤，复杂无比。一时间，她竟有些不知措施地愣在原地，2行清泪不自觉从脸上滑落。你，这10年辛苦了。没有丝毫犹豫，我轻叹一声，将眼前人拥入怀里。经过我的调查，当初之事他根本一无所知，或者说小师妹也不敢让他知道此事。若非如此，我岂会这般轻易就被打入魔虚？回来就好。反应过来的李清婉忽地紧紧地抱住了我，似乎生怕下一刻我便消失不见。但是很快，她似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将我推开，有些惊慌道：“白燕，你滚开！我已经被父亲许给了大日宗圣子，大日宗是我东周顶级仙门，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见到清婉眉间那抹慌乱，我岂能看不出她是故作姿态想要赶我离开？无碍。我笑了笑，如往昔摸了摸她的脑袋。东周顶级仙门，算得了什么？魔虚之地，
顶级仙门死的多了去了，碾死他们不比碾死一只蚂蚁难多少。就在这时，洞府门口忽地传来一道压抑着愤怒的声音：白燕，你这个畜生，放开我女儿！你算什么东西？从魔墟里捡了条命回来，如今竟还敢轻薄清婉，当真想让老夫亲手宰了你不成？天穹之上，一道仙风道骨的身影指着我的鼻子怒骂，赫然竟是那位我的好宗主岳丈李道一。不，没有，父亲大人，白燕没有。听到李道一周身气息涌动，李清婉眼中不由得满是焦急。然而还不等他说完，李道一却已经将其一把拉了过去，冷声呵斥：闭嘴，不中用的东西，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大日宗来求亲之人已经到了宗门大殿，你却还在和这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若是被大日宗之人得知，岂非让我整个宗门成为笑柄？你还嫌别人看我的笑话不够吗？听到这儿，李清婉张了张嘴，终究还是没有出声。自10年前我被贬入魔渊，他便在宗门里受尽了委屈，成为宗门之耻。所有人都觉得是他有眼无珠，才会选择我这样的人当道侣，甚至还险些玷污了小师妹。他近乎是用一种哀求的目光望着李道一，希望李道一放我离开。但我今日可不是为了离开而来。清婉无碍。我向其轻轻颔首，近乎无视了李道一，顺势又将李清婉护在了身后。一条蹦跶不了多久的死鱼罢了，又何须多费心神？小子，你真的是回来找死的？你真当自己还是以前的宗门天骄吗？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狗，如果要回来乞食，就要先认清自己的身份。见我之举，李道一脸色越发铁青，然后正当他要发作之时，在其身后却又有一道身影匆匆忙忙赶来。一个穿着内门服饰的弟子慌张禀报：宗主大人，不好了，大日宗的几位长老和圣子已经带着彩礼到了宗门大殿，大长老让我等快去招待。不仅如此，其他宗门的人也到山门外了。人都到了。听到这个消息，李道一脸色迅速变化，紧接着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沉声道：算你运气好，清婉，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快去山门外招待贵客？老夫先去与大日宗几位长老接洽，莫要让你的未来夫君等得太久。说着，他还嘲讽地看了我一眼，刹那御空而去。他不怕李清婉不来。白燕，李清婉下意识地望了我一眼，眼中满是挣扎。我知其难做，反而是主动拍了拍他的手，笑着道：无碍，我与你一起。放心，一切交给我，这些杂事很快都会被解决。说着，我心中算了一下时间，那尊魔头应当也差不多该到大日宗了吧。青云门外，一艘艘仙舟并列。今日来到此地的可不止大日宗一家，但凡大荒内有名的宗门，尽数被青云门发了请帖相邀。自10年前我被贬入魔渊后，青云门便陷入了青黄不接，甚至一代不如一代。短短10年，仅从一流宗门直接跌落到了二流宗门末位。若非如此，他们也不至于如此着急地与大日宗联姻，渴望得到对方的支持。哈哈哈！碧水宗大长老亲临，实在是令得青云门蓬荜生辉。快入内，我等已备好宴席。天哪，居然连一流宗门都派了大长老亲至，岂止！这还不是看在大日宗的面子上，就连同为顶级仙门的老牌势力幽冥山都派了使者前来。一位位青云门弟子正战战兢兢地迎接着他们眼中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毕竟今日能出现在此地的，保底都是一流宗门之中的3把手，更有甚者乃是顶级仙门的使者，一个招待不周，很可能便会使得他们跌落深渊。而其中最为瞩目的，无外乎那一流宗门碧水宗与顶级仙门幽冥山之使者。那些周边的其他宗门将其围拢在中间，恨不得直接当人家的舔狗。待我和清婉来到宗门之外，此地已是人山人海。
清婉师姐来了，快，师姐在哪儿？以后我们可都得靠大日宗扶持了，定要抱紧了师姐这条大粗腿。等等，师姐边上怎么还跟着个男人？听说师姐以前有过一个道侣，难道？不会吧？如今师姐不是正要和大日宗圣子结亲，要是让那位得知还得了。很快，我和李清婉变成了众人的焦点。李清婉咽了一口唾沫，下意识地握紧了我的手，一如往昔。我心中微动，10年杳无音讯的等待，他还能一直如此待我，夫复何求？清婉，这一次我会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我的道侣。冷不丁的，我在李清婉耳边轻声开口。然而正紧张无比的他似乎都没有听清我的话，反而自顾自地道：白燕，现在的宗门你一定不能待了，待会儿我给你创造机会，你赶紧逃，越远越好。我笑了笑，不再应声。然而下一刻，一道刺耳的声音反而从我身后响了起来：啧，这不是我们往昔的大天骄吗？怎的，当初吃不上小师妹这块肥肉，如今又开始盯上回头草了？真是令人恶心。我转过身子，一个熟悉的肥胖身影缓缓行来，望着我的眼中满是讥讽。他名陈芳，乃是宗门里炼丹长老的亲孙，往昔因虐杀生灵被我教训了不知几回，如今倒是忍不住第一个跳出来对我落井下石。可惜他注定不能如愿了。啊，这位就是10年前那被贬魔渊的天骄，他居然没死，真是老天不开眼。他居然还有脸活着回宗门，难不成是想搅和大日宗与我青云门结亲？你们是不知道，当初我与此人乃是同辈，我早就看出他品行不端，平日里更是经常拈花惹草，若非师姐护着他，我非得教训他一顿不可。听到陈芳之言，其他青云门弟子立刻忍不住开始低声议论，而这般动静很快也引来了其他宗门之人的侧目。那是幽冥山使者幽影微微皱眉，望向山门方向。听说是青云门10年前有个被贬入魔渊的弟子回归，被人不齿不值一提。碧水宗大长老笑着回应，虽然碧水宗如今看似强大，但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与顶级仙门相比，一流宗门不过蝼蚁。10年前，魔渊。幽影微微一愣，随即眉头微微一皱，似是想到了什么，淡淡道：去看看。是。碧水宗大长老眼中疑惑，但依然没说什么，径直带着众人往山门口所在之地落了下去。而这时的陈方正趾高气扬地对着我咄咄逼人。怎么的，大天骄怎么不说话了？往日不是最喜欢做好人吗？怎的如今自己当了畜生，倒是改了这个毛病？当真可笑。如你这般宗门败类，竟然还有脸从魔渊活着回来，在那种鬼地方蹉跎10年岁月，如今都怕是成了废人吧？来，滚过来舔本大爷的脚趾，陈大爷今天就饶了你，不然老子非得和你好好算算以前的账不可。说着，陈芳踏步上前，周身气息涌动。哪怕他在宗门里并非以修为见长，但是面对在魔渊10年的我，他心中却没有丝毫畏惧。那种鬼地方，常人别说增长修为，哪怕能活下来都多是半残，自己有何可惧？然而他还没来得及有下一步举措，天穹之上忽地多了一道暴喝：放肆！好狗胆！下一刻，一记耳光狠狠地抽打在陈芳脸上，将他直接抽成了一个滚地葫芦。谁打老子？陈芳差点疯了，在青云门居然还有人敢对他动手。只是当他抬头，却是直接吓得连话都说不出。只见幽影正冷冷地站在他的头顶，眼中对其的杀意几乎彻骨。使者。陈芳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连口大气都不敢喘。他一脸懵，完全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这位幽冥山的使者。这可是不弱于大日宗的势力，借他几条命也不敢冒犯。而陈芳不知道的是，
如今的幽影也快吓疯了。若非看到我还在这儿，他真的很想要砸开陈芳的脑袋看看，那脑子里是不是都装了一堆大粪。眼前这位可是以一人之力平定魔渊的狠人，哪怕是飞升也不过是一念之间。在那魔渊之地，幽冥山这种势力连给这位狠人当舔狗都没资格，你竟然敢让他舔你的脚趾，你无敌了！真没想到小小的青云门除了这位无上存在，竟然还出了这么一位卧龙。一想到这位往昔动辄株连魔种十足的杀性，幽影只感觉自己的脑袋都好像不属于自己了。住嘴！真没想到青云门竟有尔等这般败类，不分青红皂白污蔑欺辱同门，简直令吾羞与尔等为伍。如这般无耻之徒聚集之地，这宴席我幽冥山不参加也罢。幽影脑海之中念头急转，愤怒出声，接着又转头望向我，努力挤出一个笑脸，恭敬地向我递出一个戒子戒，讨好道：这位同道，今日相见便是有缘，我幽影山最爱喜结善缘，小小心意不成敬意，还请务必收下。说完，幽影弯着腰，整个人如同在我面前僵住一般。刚才他观察了这位四周弟子的神情，恐怕这些傻叉无一人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他又怎敢主动点破？万一坏了这位的事，那自己才真要命了。而此刻，其他所有人都已经彻底傻了，就连李清婉此刻都彻底宕机。不是，什么情况？你一个以刺杀为乐的顶级仙门和人说最爱喜结善缘，搞笑是吧？有心了。轻轻颔首，我接过戒子戒，随意地将其丢给李清婉，淡淡道：清婉，收下吧，怎么说也是人家一片心意。是。李清婉呆呆地接过戒指，而见到这一幕的幽影却是满脸涨得通红，仿佛得到了什么天大的荣耀一般。他强行压住内心的喜悦，躬声道：道友，那若是无事，我便先行离开了，宗门事务繁忙，还望见谅。去吧。我点点头，挥了挥手。下一刻，幽影立刻恭敬一拜，御空而起。我自是知道幽影定然明了了我的身份，不过此事我从一开始也就没打算隐瞒。人家行事周密，我也不介意给幽冥山一些好处。想到此处，我心念一动，远在天边的幽影耳边立刻响起了我的传讯：宴请魔渊镇守十宗，无将大婚。哈哈哈！碧水宗大长老亲临，实在是令得青云门蓬荜生辉。今日我女与大日宗圣子正是结道侣之盟，尔等可得多喝几杯。一定。而另一边，碧水宗大长老眼见着自己舔了半天的幽冥山使者离开，又害怕我当真有什么通天背景，如今只得满脸憋屈的先行入席。至于如幽影这般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他是万万不敢的。毕竟要知道，此地之主场可还有大日宗之人，那也是碧水宗得罪不起的存在。随着一张张满目和善的笑脸接连落座，很快一身着火红仙袍，额上有一道大日纹路的身影突然起身，眼中满是不耐烦：李宗主，我等可是带了诚意而来，为何至今都不见结亲之人？难不成你青云门是觉得我大日宗不配与你青云门结亲？说话的是大日宗圣子木仓，亦是这一代大日宗宗主的亲子。圣子大人说笑了，小女生性羞涩，怕配不上圣子，自是须得多加打扮才是。李道一舔着一张老脸，面上哪有半分先前冷峻，唯有谄媚。要知道大日宗所下之聘礼可不是一般的丰厚。哼，可笑，我看尔等是完全没有将我大日宗放在眼里。区二流宗门，若非我大日宗圣子修行须得用上你女儿的太阴仙体，还当真以为你能与我等平起平坐不成？大日宗长老冷笑一声，眼中对李道一的鄙夷毫不掩饰，几乎摆明了只是把李清婉当作木仓修行的炉鼎罢了。而哪怕到了这般地步，李道一依然陪着笑脸道：大人说的是，
小女能对圣子大人的修行有所助力，却是其无上荣光，大人万勿动怒。他如同一条无毛的老狗，恨不得对着大日宗众人把尾巴都摇秃了。而就在这时，我和李清婉也到了宗门大殿之中。此人是谁？竟敢站在我家圣子道侣身侧？大日宗长老猛地起身，冷冷地望着我。谁让你把这畜生带来的？见到我，李道一对着李清婉怒斥出声，同时又赶忙对穆苍道：圣子大人，此人一直缠着小女，小女和其绝无半分干系，大人可千万勿要被此人蒙骗。够了，李道一，你真把本圣子当傻子不成？你女儿一个破鞋，真以为老子不知道她的那些破事？今日若你不给本圣子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大日宗带来的聘礼你一分都别想留下。突然随着一声怒喝，穆苍缓缓站起身子，冷声开口：圣子大人，此事不可儿戏啊！见到穆苍这般态度，李道一立刻急了。这批聘礼他可是打算用来让自己突破境界的，绝对不容有失。想到这儿，他立刻对着李清婉怒吼道：孽障，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快跪下给圣子大人请罪！你难不成真想当我青云门的罪人吗？李清婉脸庞哀怨，不可置信地望着李道一。在如此多宗门面前，自己的父亲居然让自己跪下认错，无需如此。然而就在这时，我一把将李清婉拉入了怀中，抬头望向李道一，淡淡道：大日宗给的聘礼，我可给10倍。现在你跪下给清婉道歉，如何？话音刚落，全场死寂。噗嗤，大日宗聘礼的10倍，笑死我了！白师兄嘴里的话，当真没一句能信啊！就在这时，一声银铃般的笑声打破了场中的寂静。一个身穿绿衣的娇小身影从大日宗众人身后走了出来。穆灵儿。见到此人，我双眼微眯，波澜不惊的心难得起了一丝涟漪。她就是10年前陷害我的小师妹。曾经的我一直不明白，害我对她究竟有什么好处，直到此次回归，方才知晓，她竟是大日宗的人，更是穆苍的亲妹妹。当初害我是为了夺我仙骨，如今意欲强娶清婉，则是为了用其太阴仙体修行。白师兄还能记得我，不会是想报复灵儿吧？灵儿好怕。穆灵儿故意装作一副柔弱模样，转而又讥讽道：一个废物，竟还敢来此地装大尾巴狼，笑死人了！你可知大日宗给了多少聘礼？那可是一枚菩提圣果，价值整整10万上品灵石。你这辈子恐怕连见都没见过吧？10万上品灵石。听到这，我差点笑出声，顿了顿，我轻声道：这么多上品灵石，我的确拿不出。毕竟我一般修行一次，最次也得用10万极品灵石。不过我倒是有一物正合适给清婉。听到这儿，穆灵忍不住再次讥讽笑道：啧，白师兄真厉害，面不改色的将我等当猴耍。怎地，你难不成还有什么东西能价值100万上品灵石？可别笑，神黄蛋！他话说到一半，忽然整个人如同被卡住了脖子的鸭子般戛然而止。一个赤红色的灵宠蛋被我平静地从芥子空间里取出，淡然地放在李清婉手中。孵化认主吧，清婉，此物正好给你护道。我笑了笑，轻点李清婉额头，将其灵光打入蛋中，而随着一阵咔嚓声，一只幼小的神凰在下一刻破壳而出，亲昵地钻入李清婉怀里。白燕，这太珍贵了。李清婉感受着怀中的小生命，满是慌张。给你的便是你的。我捏了捏他的脸蛋，笑着道：神黄蛋我都烤着吃过，这个还是剩下的。然而此刻的其他人已经彻底全傻了。这可是神黄，修仙界1000年未出之灵宠，别说100万上品灵石，哪怕是1000万极品灵石的价值都难以与之相较。然而居然就被这么送人了。不可能！
李清婉怎么配有这般灵宠？呼道：“哥哥，那是我的灵宠，快帮我抢回来！”穆灵儿嫉妒的都发狂了，指着李清婉骂道。而这个时候，穆苍和大日宗长老亦是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的冷冷道：“好胆，竟敢私窃我大日宗护宗圣兽，还敢这般张扬，还不快解除灵气，将神皇还来！”很显然，二人也都对神皇动了心。哦，有趣，我拿出了这枚神皇蛋，尔等凭什么说是你们的？可有印记？我微微抬眸，淡淡道：“可笑，神皇蛋世上无二，岂需要印记？李清婉，你现在杀了此人，本圣子恕你无过，并且依然愿意收你为道侣，如何？”穆苍冷笑一声，死死地盯着李清婉。李清婉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笑了笑，神皇蛋世上无二，摸了摸手上的芥子戒，一枚枚散发着恐怖气息的灵宠蛋悬浮在我的周身。我轻声道：“这些可都是尔等的护宗灵兽。”刹那间，全场死寂。够了，何须与他多言？此人坐拥这般仙宠蛋，定然做下了无数伤天害理之事，吾等自当替天行道，杀了他！一瞬间，穆苍眼睛都红了，怒吼着出声。不过粗略地扫了一眼，上百枚仙品灵宠蛋啊！若能拿下，大日宗将一跃成为超品宗门，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强的宗门。这般诱惑几乎让他失去理智。哥哥，把李清婉也杀了，青云门一个不留，把那只神皇留给我！穆灵儿尖叫着，眼中满是兴奋。瞬息间，大日宗众人抱起，无数缕灵光炸开，近乎是无差别杀向宗门大殿中的所有人。李道一没有丝毫防备，肉身几乎刹那爆碎，只留得残魂遁走。我目光淡漠，不曾阻止，也未曾帮助。这位好岳丈当初明知穆灵儿身份，却依然坐视其陷害我。但哪怕如此，其至少未在落井下石。那么如今我亦作壁上观，他被大日宗所毁去肉躯，但至少还能保留投胎机会，这还是看在了清婉的面子上。至于青云门其余对我欺辱之人，都得死。无尽磅礴道法剑光扑面而来，我却只是屈指微弹。正如同时光逆流，万千术法倒转，一股磅礴仙威刹那压落。只是瞬间，除了穆苍、穆灵儿，所有大日宗之人尽数死无全尸。不可能！你的修为！穆苍四肢被废，往昔高高在上的圣子，如今狼狈得如同地上蛆虫，满是不可置信地望着我。而穆灵儿亦是满目惊恐，但很快他似乎想到了什么，尖声道：“白燕，你完了，你死定了！你竟敢与我大日宗为敌！你可知我父亲乃是大日宗宗主？我大日宗之强大，不是你能想象的。现在交出仙宠蛋，我们还可以谈。直到现在，我依然很难理解，为何穆灵儿还能说出这般脑残之言。或许在他的眼里，他那父亲便已经是天下之强了吧，以至于甚至看不出我与他们的差距。砰！恰好正在这时，一道血肉模糊的身影从天上被重重砸下。主人，此人便是大日宗宗主，其人太过滑溜，多花了些时间，还望主人责罚。魔头落在我的眼前，惊恐跪下，颤抖着开口：“滚进去，自领雷法300。”轻轻一拍腰间葫芦，我淡漠开口。下一刻，魔头感恩戴德地钻进葫芦。而此刻的穆苍和穆灵儿已经彻底傻了，他们呆呆地望着地上那具身体，赫然便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倚仗大日宗宗主。只是如今，他却被人如一只狗般随意地砸在地上。不可能，假的！别想骗我！穆苍如疯了般大叫。轰！就在这时，天边忽然传出一声巨响，紧接着一艘如山岳般的巨舟打破空间，缓缓而来。
镇守魔渊10宗之一，上清宗为先主大人大婚来贺。而在这艘巨舟之后，还有9艘与之相差无几的仙舟。镇守魔渊10宗之一，古药门为先主大人大婚来贺。镇守魔渊10宗之一，与寿宗为先主大人大婚来贺。镇守魔渊10宗之一，无极轩为先主大人大婚来贺。随着漫天仙光弥漫，磅礴神威遮天蔽日，其余还在青云门的宗门已经彻底懵了。镇守魔渊10宗，那可每一个都是超越了顶级仙门的超品势力，他们乃是天下之强。然而今日居然尽皆来此，只为一人大婚而贺，此事简直难以想象。修仙界千古以来从未有过。顶级仙门幽冥山使者幽影见过仙主大人，先前行事鲁莽，还望仙主勿怪。幽影恭敬跪地，对着我小心翼翼地开口：“是，做得不差。”轻轻颔首，我负手而立，望着远方，眼中透露出一丝满意。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将消息通知10宗，幽冥山却有几把刷子。往后大日宗之地便由幽冥山接管吧。我拉着还在呆滞中的李清婉，缓缓走出宗门大殿。此间之事，自会有人为我收尾，我已无需再管，而我的大婚又岂会在这般之地举行？谢过仙主。幽影呼吸一滞，立刻对着我的背影恭敬回应。待得我与魔渊10宗尽皆消失不见，碧水宗大长老方才壮着胆子凑到幽影身边，忍不住道：“大人，那位仙主究竟做了何等惊天动地之事？今日之事未免太夸张了。”那位啊！听到碧水宗大长老的话，幽影不由得咽了一口唾沫，平复了一下心境，轻声道：“你只需知道，10年前魔渊之灾尚且岌岌可危，而如今之后再无魔渊。”话音落，碧水宗大长老微微一愣，紧接着瞳孔猛地一缩，眼中满是骇然。而此刻的木灵儿和木仓艰难地爬行到了大日宗宗主的身边，似乎是想要在他身上摸索什么。父亲身上应该还有空间挪移符，我们必须逃。就在这时，原先宛若死人的大日宗宗主忽然睁开双眼，近乎疯魔。他癫狂地大笑着，竟然突然抓住了木仓和木灵儿的头颅，狰狞道：“大日宗毁了，全完了！都是你们2个剑中惹的祸，和我一起下去给列祖列宗请罪！”下一刻，他猛地用力，竟然生生捏爆了2人的头颅。紧接着，他的神魂彻底破碎，一道魔头身影自阴影之中一闪而逝。此刻，在洞房之中，正和李清婉喝交杯酒的我，忽地顿了顿，随即嘴角多了一抹笑容，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100年后，自我消除了魔渊之祸后，往昔镇守魔渊的10宗成立了联盟，共同主掌天下公义。若有人仗着修行高便肆意妄为，可寻求联盟主持公道。而我也成了联盟的首席名誉长老，虽然基本也就是挂个名罢了。我生性自由，这100年里与李清婉走遍了人间，看遍了山川大河大江，更是将人间残留之魔幻一一扫除。这般日子近些日子来也逐渐有些生厌，而李清婉经过我的指点，也终于在今日成就了仙境。我轻轻一划，一扇虚幻门户缓缓打开。仙姐啊，不知还有何等壮阔风景？捏了捏李清婉的脸蛋，我笑了笑，毫不犹豫地牵着她一步跨入仙门。仙姐，我来了。全文完，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